OK， 挑了一把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蓝发小队。开局2张刀妹，发了一个 EZ。3蓝发是开出来了，但是没有一个2星的基础质量。看一下海克斯，3金局，然后外面的质量也比较一般。皮层装备是电刀、阳刀，好像是玩不了 EZ 的。后面拉克斯加强了可以玩。假人金币先刷掉吧，这个比较亏模，我觉得比较亏模，我觉得不是很好用。前期让一个战力，但是每10秒才出1次金币，到后面又要拿去送，然后纷乱头脑的话肯定是可以考虑的。刚刚那个1的灵魂链接是开局拿不了的，它是掉血越多，然后收益越高嘛。这里直接选择英勇福袋，把2星 EZ 捏了，然后阳刀一合，准备走出连胜。这里也是顺利3连胜进选秀，选择一个现在能合成的装备日炎，当然也可以是狂徒，取决于这波能拿到什么。我们也是顺利嫖到了2星瑞尔。当你想要打连胜的时候 ，F 人口就很容易能嫖到质量，它就像是一种蝴蝶效应一样，你只要煽动 F 人口的翅膀，现在就有2星瑞尔的龙卷风袭来，就是你拉人口，然后嫖到质量，然后继续连胜，继续连胜，促进你继续拉人口，一个良性循环。第2个海克斯也是看都没看，直接选择爆蓝之城。这个3金局玩蓝发的优势就在这里。金色海克斯里面有很多蓝发小队非常优质的海克斯，比如说这个爆蓝之城，1对4，1对4在4阶段或者说你在后期的时候，就基本上是只上了2个4费卡嘛，就是前排的俄洛伊和后排的佐伊。一般蜘蛛的那个位置可以换掉，可以换成3费的这个努努，也可以在上9之后把它换成橙卡。然后玻璃大炮这个不用说了嘛，你开局放在后排的这个棋子，它自己扣血。然后扣血了之后秒触发蓝发小队，就相当于是玻璃大炮的那个 debuff 就被抵消掉了，纯吃它增伤的收益。还有就是透体莲花，对，因为蓝发小队是多 C 的阵容嘛，透体莲花给多 C 暴击概率肯定是收益非常高的。然后蓝发小队的2个 C 位，一个是物理，一个是法系嘛，佐伊和金克斯，所以说透体莲花能升2个破抗装。还有就是小伙伴啊，你到后面的时候把 EZ 一下掉，EZ 花阿卡丽，就是除了你的 C 位，其他全是小伙伴，有多夸张？其他全能吃小伙伴的收益。然后小伙伴和1对4的话，都是加 C 位的攻速和血量。那这2个到底谁好一点呢？早已习惯观众席告诉我说，他认为1对4在4阶段要强一点。4阶段主要就是看俄洛伊和佐伊2个4费卡吃的数值有多少。然后到4阶段后期到5阶段的时候，可能是小伙伴要强一点，这个时候5费卡能吃到收益。这里4-1拉稀收一波，金克斯来没问题。为什么是4-1收呢？因为我们这把经济非常好，第一个又是经济海克斯，然后又是大连胜。如果说要犹豫到4-2，同行把我们牌拿走了就不好了。这里是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抢占先机。OK， 也是顺利的递到了2星俄洛伊，板甲一合，后排给个无尽吗？没问题，因为这里的话是阳刀，所以说还是一个 EZ 在支撑这个阶段，给 EZ 合一把无尽，后面也能给到辛克斯用。那我对蓝发的理解就是节奏大于一切，然后减抗和重伤是大于佐伊的神装的，就是这里佐伊你随便塞3件他也有实力，但是如果说这个血量没有保住的话，你就上不了9，上不了9就没有上限。这种上限是佐伊的神装还有完美海克斯带来不了的。恶意货币化这个非常超模，看到直接拿就行了，但是我们这里不需要补经济了，我们经济已经够了，场面也抽出来了。然后这里在考虑打了桶的事情，因为前期为了过渡装备其实合得很抽象，这里看能猜出一些什么东西来。手里2把攻速，保底有一个红 buff， 射灵魂也是非常好的海克斯，刚刚说漏了，也是蓝发小队非常好的海克斯。发了一个龙牙，那这里偷偷要不要拆下来呢？偷偷可以拆个法爆下来，有阳刀有个攻速。哦，这里有点过载。战争总是拖泥带水，我的手段干脆得多。闪电先拆下来看看怎么合，打了桶是难免会过载一波。
啊，这个头头没时间拆了，又得还回去，浪费一个拆。狂徒龙牙直接给没问题，后排给个红 buff， 因为这里还是2星 EZ 的质量大于1星佐伊，所以说还是给 EZ 做装备。偷偷给蜘蛛偷了个龙牙，那还是赚的这一波。然后再犹豫科技枪要不要给，后面一想，这个打了桶随便给装备啊，反正都能拆的，都能调整的。对面抽到了蚂蚱，然后拿到了一个4费增援，抓了一个2星蜘蛛吗？这个黑莓是非常糊的黑莓的。啊，这个科技枪要是早点给的话，这个连是续上的。事业段的话就是1胜1负这样过来了，然后94-1那波抽牌之后也没有再动过这个质量。来到5-1，正常来说是5-2上9哈。5-2上9的话，这里溢出的2经验它就不会被浪费。这里2经验实际上是4块钱，因为你哪怕是只差2经验，你也需要 F 一下嘛 ，F 一下就是4块钱。这里防装的闪件太多了。啊，备战席，这里的新的装备栏就是有 bug， 有的时候给不上去，包括小尼口有可能捏不上去。我们把防装的闪件统一的放到下面的女警身上，然后把它敲掉，敲了之后就变成了另外2个神装嘛。然后这里刚好都出了一些输出的闪件，2个大剑，我想到的就是不好消化，可能是一个杀人剑吗？哦，还是合了无尽。这里装备分配有待商榷。这样给的话，金克斯没有启动装了，不过确实也没有水滴。然后上9之后就是波波抽了，就9级你先把5费卡的质量抽到了，你再决定要不要上，再决定要不要上10。不过之后有6费卡的话，可能上10的价值会变得高一点，更多的对局可能会考虑上10。这里是随便挂了一个单位，挂了一个艾克上去。一般艾克这个位置是杰斯或者说妖姬。杰斯的话就是单纯是一张超模卡了，放在后排的话，放在前排的话是不太配置装备的。但是不论是放在前排还是后排，那个灯笼都是拿上去送的。他放技能的时候灯笼复活，然后灯笼就算在他放技能之前死掉，那个灯笼也是有效果的。所以说你放在前面去送，就相当于是赚了一个装置的血量。这波打卡米尔，爆蓝之城爆的小怪抬了一手，把卡米尔引回到了主坦身上去。那这样的话，基本上是赢不了我的。这把的异变是选了一个俄罗伊的坦克异变，好像是真的会卸吗还是什么？还是每秒增加生命值。然后我觉得蓝发小队最好的异变就是俄罗伊的坦克异变了，就是增加后排的输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，你只要坦得住，那后排就有输出。就坦得住后排的，哪怕是你刮个 EZ， 它后面的输出也是能撑很多。哦，打到了决赛圈的对手是一家魏奥莱，这边第一波交手是站位失误了，我们的后排装备调整的很好了已经。这里金克斯是一个龙刀、水银加无尽 ，EZ 也是随便塞了一些装备。这波的话，我觉得输他主要是因为站位失误，所以说下波我会尽量的去对一下他的位，比如说这波把俄洛伊塞到他脸上，但是好像这个龙牙的俄洛伊并不能扛太多的伤害。我们这波观察到左一打在他身上的伤害是很明显的、很显著的。那如果说最后胜的这个 C 位是左一而不是金克斯的话，我可能会觉得有机会能赢他。所以说在下波的时候，我就提着俄洛伊去对位的同时，要保证左一在他的翼侧，他换到左边去。对，拆了他一手，他会换到左边。所以说左一是提前放在了右下角，因为左一打到最后，他的那个技能就在一个人身上来回弹，他那个单体爆发是很高的。如果说左一活到残局的话，就很有机会能赢。
这边他是先打了金克斯，但是金克斯最后这一炮没有轰出来。残局如我们所料，剩的是一个佐伊。哎，最后一个技能放出来，那就把魏带走了。这一期秘密榨菜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投币支持。